这只小橘猫经常遭到妈妈虐待，饿了好几天的它只是想喝口奶，就遭到妈妈3番5次的严厉呵责，并且还将它按在地上不停的教训。不仅如此，妈妈还不允许哥哥跟它玩。小家伙饿了几天，开始腿脚发抖，可猫妈妈却仍然无动于衷。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，父母不会偏心，难道只是因为长得丑、肤色不同，就应该区别对待自己的骨肉吗？昨天小姐姐在大街上捡到这只小橘猫，因为家里的母猫刚生产完不久，她便想着让猫妈妈帮忙照顾一下，可没想到却遭到母猫的严词拒绝。不懂世事的小猫还凑过去想喝奶，母猫一个闪现跳起来马上离开。小家伙或许是感觉到了母猫的敌意，他一时愣在原地，显得不知所措。我想此刻他应该非常想自己妈妈吧。小家伙明白母猫是不可能接受自己了，于是他又踉踉跄跄的跑去找哥哥，本想着先和哥哥打好关系再说，可没想到哥哥竟然也嫌弃小猫。小橘猫被夹在中间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一旁的主人也不敢过去劝架，只是在一旁吃瓜看戏。本以为得到了好心人收养，生活会变好，可没想到刚到家就遭到原住民一家欺负。看着其他哥哥姐姐快乐的玩耍着，小橘猫伤心的就差大声哭出来了。如果你也觉得猫咪可怜，那么可以给它一个爱的抱抱吗？自从来到这个家后，小橘猫还没有吃过任何食物和水。不得不说，捡猫的小姐姐心也是够大的。最可恶的还是这只猫妈妈，她一再发出警告，不准孩子接触小橘猫。姐姐作为女孩子，心地比较善良，她本想过去安慰一下小橘猫，可当闻到小橘猫身上散发出刺鼻的味道后，她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看着哥哥姐姐有妈妈疼着爱着，小橘猫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。随后小橘猫再次壮着胆子靠近母猫，但很显然猫妈妈仍然接受不了小猫，恶狠狠的样子就差动手打人了。幸好得到主人的大声呵止，才避免挨揍。这只母猫实在太坏了，明明有充足的奶水也不愿救济一下小橘，迫于有主人在场不敢动手。随后母猫再一次选择离开。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主人也是非常的无奈。第二天母猫仍然没有接受小橘猫，可此时的它已经饿得饥肠辘辘。小猫咪不断的寻找着奶水，可惜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，母猫就起身再次离开。趁着主人不在家，母猫将小橘猫按在地上不停的撕咬，恨不得将小猫咪活活咬死。幸好主人及时赶到，母猫才收敛了自己的举动。可如此小的猫咪长期不喝母乳，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。主人只好趁着母猫喂其他猫咪的时候，将小橘猫放过去，并且不断的安抚和劝说猫妈妈。迫于主人的压力，母猫这次并没有反抗，它强忍着一肚子怒气给小橘猫吸水。也许是实在太饿了，小猫咪吸食了半个小时都不愿离开。这应该是自它流浪以来吃的最饱的一顿。直到2个半小时后，小橘猫仍然还在吸食着奶水，猫妈妈都快被它榨干了。它躺在地上，仿佛失去了知觉。小橘猫明白吃完这一顿，下一顿不知又要等到何时，所以干脆一次吃个饱。不过我一直搞不懂，为什么猫妈妈要拒绝小橘猫呢？反正喂2只也是喂，喂3只同样是喂，你们有谁知道这是何原因吗？早晨，小哥掀开被子，却意外发现被窝里藏了一只小水獭。小家伙打了声哈欠，然后嘤嘤地朝他爬了过来。原来这是小哥养了2年半的水獭。小水獭一边和小哥撒娇卖萌，一边还打着瞌睡，看样子是昨晚没睡好。别看这家伙长着一副呆萌的小表情，实际上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粘人精。平时动不动就化身成嘤嘤怪，目的就是求得主人的爱抚。由于小哥工作比较繁忙，于是便领养了一只橘猫来和他作伴。可没想到看见橘猫的水獭竟然一见倾心，每天抱着橘猫愣是不肯松开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小橘只好尴尬地躲开了。但这只水獭貌似传承了祖师爷的绝学，没过多久就对橘猫展开了强烈的攻势。很明显，小橘还没做好接受对方的准备。他警告水獭不要乱来，没看到面前还有个摄影师吗？但厚脸皮的水獭可不管这些，打算今天就要与小橘喜结良缘。好家伙，这不是纯纯的恋爱脑吗？幸好小哥及时出手，才让这家伙有所收敛。可他对橘猫的追求并未停止。自从橘猫来到家里后，小水獭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对方，生怕小橘从自己手里飞走。面对水獭疯狂的挚爱，橘猫开始逐渐逃避，甚至经常找个地方躲起来。见不到心上人的小水獭急得团团转，在房间里四处寻找着橘猫的身影。客厅里找了一圈都没有，他又跑到楼上查看，找不到心上人的水獭开始四处抓狂。著名情感导师麦克阿瑟曾说过，当一个人能左右你情绪的时候，说明对方在你心里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。爱情使这只水獭变得如此卑微。然而面对小水獭种种疯狂的行为，橘猫只是在高处默默看着。虽然对方的行为令他产生了怜悯，但橘猫很清楚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爱情，并且水獭的爱让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。找寻几遍也无果后，悲痛欲绝的小水獭开始对着主人哭了起来。
可就在抬头的刹那，他终于发现了高高在上的橘猫。见到心上人的水獭顿时激动起来，哭着喊着恳求橘猫回到自己身边。但小水獭的卑微并没有打动橘猫，见对方怎么都不肯下来，小水獭急得都快要疯了，嘴里一直发出嘤嘤嘤的叫声。他不停地在地上转圈圈，心想着为什么对方不肯接受自己呢？难道自己就要从此失去他们？最终他们能否有情人终成眷属呢？下期敬请期待。这只小松鼠正悠闲地躺在树洞内，可它却并不是在休息。仔细看它肚子里蠕动的小家伙，原来这是一只待产的松鼠妈妈。寒冬后的阳春3月是松鼠们繁殖后代的季节，为了让孩子们能够顺利出生，松鼠妈妈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。她特意在树洞内铺了些树枝和干草，准备迎接即将出生的松鼠宝宝。在这个特殊的期间，松鼠妈妈一般不会进行外出，她会静静地躺在树洞内等待生产。不久后，小松鼠将在这里蜕变成一位母亲。松鼠宝宝通常会在清晨或者傍晚出生，所以白天的时候，松鼠妈妈也会偶尔出去透透风。时间很快来到了分娩的末期，强烈的疼痛感让她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看样子松鼠妈妈快要生产了。在经过几小时的等待后，第一只松鼠宝宝顺利来到了世上。可此时它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一般这个痛苦且漫长的过程要持续2个小时。不久后，松鼠妈妈一共产下了4只宝宝，而这时的她已经完全没了力气。出生后的松鼠宝宝1周后才能看见外面的世界，在此之前，它们完全依赖嗅觉和听觉来感知周围的环境。这个阶段，松鼠妈妈会帮孩子们清洁身体，以保持他们的卫生和健康。同时，松鼠妈妈会给孩子们提供母乳，并用自己的身体保持他们的体温。在最初的几周里，小松鼠们非常脆弱，需要母亲全天候的细心照顾。几个星期之后，4只松鼠宝宝已经褪去了一身稚嫩的粉红色，现在它们长出了和妈妈一样的毛发。小松鼠们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，这时也是它们最活泼好动的时候。慢慢的，小松鼠开始学习爬树，并尝试吃一些固体的食物。但这时，松鼠妈妈还会继续为宝宝提供母乳，直到孩子们能完全适应新的饮食习惯。在第8周左右，松鼠宝宝会离开这个出生的地方，因为狭小的树洞很快就容不下它们了。而此时，小松鼠们已经长大，并且也掌握了许多生存的技能。它们会在附近的树木上建立自己的新家。当小松鼠能够独立生存时，也是它们彻底告别母亲的时候。它们将去往更远的世界，开启新的生活。这家海鲜市场的老板是一只梅狸猫，迄今为止他已经干了5年。现在猫老板不仅接管了商铺，而且还负责周边的安保工作。每天早上天还没亮，他就已经早早出现在了岗位上。日常除了看守摊位，他还要仔细的进行观察，防止有可疑人员混入自己的地盘。这不，刚上岗才一会儿的时间，猫老板就发现了异常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只没分清大小王的鼠鼠。一般遇见这种情况，猫老板都会先进行口头教育，然后再找个隐蔽的角落将它送走。自从5年前猫老板接管海鲜市场后，方圆几公里的老鼠都闻之色变，这个市场都属于他的管辖范围。平时他还会驱赶附近的野猫。对于这种抢地盘的事情，猫老板自然是零容忍的态度。久而久之，他也成了附近的猫圈大佬。可他又是如何坐上这里的头把交椅呢？据主人讲述，猫咪自律性很强，他一直秉承着3个原则做事：一不吃市场里售卖的海鲜商品，2不接受陌生人任何形式的馈赠，3不迟到和早退。难道世上真有不偷腥的猫吗？一位鱼档的老板拿来小鱼进行测试，没想到猫老板只是简单闻了一下，便将头转到了一边。果然他的意志力很强大。当面对隔壁大婶送来的新鲜大虾时，猫老板还是忍不住舔了舔，但最终他还是礼貌性的拒绝了。没办法，大婶只好将虾肉拿给了小猫。小家伙吃得很香，但对于这种事情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毕竟孩子还在长身体的阶段。猫咪的主人告诉我们，市场里这些琳琅满目的海鲜他都很喜欢吃，但这只梅狸猫有自己的原则，它只吃主人投喂的食物，因为这是自己打工应得的奖励。看来这的确是一只非常守规矩的猫。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优良的口碑，猫咪得到了众多商户的尊敬和喜爱。可它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看守摊位呢？原来几年前，女主人下班回家时，无意间在路边发现了一只嘤嘤啼哭的小猫。看见小猫的尾巴受了伤，于是女主人便将它带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治疗。接着小猫就被收养了下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猫咪也逐渐长大。为了报答女主人的恩情，它从此踏上了打工的道路。平时老板不在的时候，它就趴在椅子上帮忙看守摊位。猫咪出色的表现引得其他商贩都羡慕不已。这位大婶也想让它帮忙看会儿店，但没想到刚放下它，猫老板就迅速跑了回去，生怕因工作失职而给老板造成损失。大家将它认真工作的视频上传到了网络，结果猫咪瞬间就在网上走红了，许多人纷纷慕名前来打卡，并且还为它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礼品和玩具。店里的生意也因它的爆火而变得越来越好。现在它已经成了海鲜市场里名副其实的招财猫。自此，它顺利完成了逆袭，同时也实现了猫生价值。